与林宇相伴3载。当我打算向他坦诚隐瞒许久的郡主身份时，却听到他的同伴当着我的面用突厥语询问：“林将军，你和苏相嫡女何时成婚？”林宇为我紧了紧身上的披风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家中请了高僧算了日子，半月后是黄道吉日，宜婚嫁。”在场众人皆看向我：“你那边成婚了？瑶瑶姑娘怎么办？”林宇为我削了个平日爱吃的苹果，养在外面便是了。我不忍他受高门内院之苦，众人哄堂大笑打趣。看来瑶瑶姑娘媚术了得，将你迷得神魂颠倒。林宇拥着我，眼中的情意缱绻，却未出言阻止他们不怀好意的审视和戏谑。我如坠寒潭，他们不知我掌控着西域贸易要道，熟谙边疆各族语言。我飞鸽传书给母妃，女儿愿回归王府，辅佐幼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郡主殿下，往昔为给母妃做一道地道的突厥美食，我曾私下向街边的老妪请教，未料多年后她竟还认得我。她，郡主殿下，就这寒酸样，连京城名媛苏锦儿的发丝都比不上，还妄图成郡主，太可笑了。她若是郡主，我还是神仙下凡呢。谁不知当朝郡主自幼体弱在外调养，擦亮你的狗眼，别把瓦砾当宝玉。林宇的狐朋狗友冷嘲热讽，老妪连连致歉，眼神不好，认错人，仓皇离去。他们肆意的喧嚣令我浑身难受，起身径直出了厢房。谁知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宇竟抛下他们跟了出来。瑶瑶，可是哪里不是？你若不喜，日后我便不带你出来见他们。我心中前所未有的平静，是因觉得我见不得人，给你丢人了。他满眼怜惜，抚了抚我的发梢。怎会？瑶瑶在我心中是世间最动人的女子，即便帝王贵胄亦比不上。我只是怕你受委屈，担心你不开心。我直直地望向他眼中，曾经承诺我此生此世一双人的良人，不知何时却再也不敢直视我的目光。我们身份差距悬殊，若想成婚，长长久久相伴，这些在所难免。阿宇，你会娶我吗？他愣神片刻，狼狈地转过头。瑶瑶，成婚之事需从长计议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的心中唯爱你一人。相伴3年，林宇宠我至极，但每次提及成婚，他总是避而不谈。我以为他出身定北侯府，家中嫌弃我出身低微，所以早早给母妃去信。若林宇向我提亲，我便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我是当今王爷唯一的郡主，母妃不愿我被囚困失去自由，自幼对外宣称我体弱多病，在外休养。实则这些年我闯荡江湖，掌控着整个大楚朝的商业脉络。3日前，我在他的别院瞧见一对鸳鸯，以为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向我提亲。可谁知却等来了他要与苏相嫡女苏锦儿成婚的消息。原来他从未想过要给我一个光明正大的未来。他一面贪恋我的温柔乡，一面又放不下门第之见，准备迎娶门当户对的高门千金。你若不娶我便休。从今往后，他迎娶他的高门贵女，我回去辅佐我的王府幼弟。瑶瑶，此前你不是闹着要培育新品芍药？你不喜欢这里，我陪你去逛花市吧。刚走出酒楼，一个小厮模样的人拦住了去路。还不等我看清来人，林宇一个箭步挡在我和来人中间。我不是说过休息时别来打扰？来人声音娇柔，嫁衣。林宇干咳一声，打断来人的话，转身为难地看着我。瑶瑶，的确是有公务要事，
我找人送你回去。”他们转身的瞬间，我看清了来人，虽做小厮装扮，但粉嫩的耳垂上耳洞格外显眼。她分明是那个名满京城的才女苏姐儿。她扭头朝我得意地扬了扬眉，翩然而去。这次她会因他抛下我，那下次呢？下次呢？她口口声声说着爱我，娶苏姐儿不过是家中所愿，可如今却用实际行动一步一步偏向于他。回到家中，贴身伺候我的丫鬟翠柳神秘兮兮将一个红色请柬呈到我面前。林将军真是爱惨了姑娘，听闻他亲自搜罗了市面上所有的请柬样式，最后选定了这个鸳鸯戏水的图案。小福说，林将军这些日子一有空就把自己关在书房，亲自书写请柬呢。我心中苦笑，他如此真是亲自手书的请柬，并非为我，而是为了给苏姐儿体面。姑娘若是嫁到定北侯府，咱这满院的芍药可怎么办？我喜爱芍药，这3年林雨寻遍天下，找来品种各异的芍药，移栽在我的院子，只为博我欢心一笑。1年前我感染风寒，高烧不退，他不顾众人反对，执意守在我的床边，以身为引，将我从鬼门关拉回来。那时的林雨爱我爱到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为何如今却变了心，竟然要让我做连妾都不如的外室？翠柳刚退下去，暗卫闪现身形向我禀报，林郎君看中了您亲自绣的嫁衣，执意要买来给苏姐儿。从半年前我就开始偷偷绣自己的嫁衣，期盼着和林雨的长长久久。林郎君说，他说不过是件嫁衣，就算是天上的月亮，若是苏姐儿想要它，也要摘下来给她。他说要苏姐儿成为京城最美丽的新娘。我大笑起来，泪水却顺着脸颊一滴滴滑落。既然生意送上门，没有把顾客拒之门外的道理。既然他想要，可以黄金万两，黄金万两买断我和他之间的情分，不亏。不到半炷香时间，林雨的贴身小厮小福跑进来，叶姑娘，林将军说先前送您的那枚玉佩和祖母绿可在，他急用一下。我心中了然，他怕是手中现钱不够，想要用物来抵。我将他这3年送我的所有东西整理出来，上元佳节的宫灯，乞巧节的金钗，春日宴他做的词曲，普宁寺为我求来的平安扣，他送我的所有东西都在这，全部拿走吧。夜幕降临，林雨匆匆而归，脸上带着心虚和慌张。瑶瑶，你怎么将我送你的东西都还给了我？包裹摊开，宫灯词曲俱在，那些贵重的首饰全都没了踪影。我心中冷笑，脸上却平静如水，看着手中的书卷。他讨了个没趣，凑到我身边，讨好的看了看书卷。瑶瑶，你不必如此勤奋刻苦，看你受累我心疼，我能养得起你。我所看的并非普通的书本，而是加了密的账册。瑶瑶，今日的确是有重要的事要忙，才没陪你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明日告假，好好陪你一天好不好？于他重要的事不过是陪苏姐儿挑嫁衣，如今这般低声下气，不过是心虚的愧疚和补偿罢了。我未拆穿他拙劣的谎言，没有答应，也没拒绝。或许他真的很愧疚。第2天一大早，足足排了半个时辰的队，给我买回最爱吃的梅花糕。若是以往，我定会感激涕零，但如今我只是静静地吃着糕点。瑶瑶，你心情不好，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你害怕我听到什么？有事瞒着我？林雨慌乱的目光四处游移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良久叹息一声：瑶瑶，我是爱你的，只爱你一个人。见我始终郁郁寡欢，林雨带我上街逛逛，昨日借走你的首饰，
今天补你一些。”只是还未走出门，就被他的朋友拉到一个诗会。刚推开包厢的门，一阵香风扑面而来，打扮艳丽的苏姐儿欢快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林雨下意识松开拉着我的手，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狠狠瞪了眼他的好兄弟阿宇。这位是，他叫叶瑶瑶，随即朝我伸手介绍。这位是京城有名的苏巷嫡女苏姐儿，你可以向她请教一下闺秀礼仪和风范。不过一个介绍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，替曾经痴心错付的自己感到无比心寒。不知是不是他们有意安排，我和苏姐儿一左一右坐在林雨两旁。起初林雨的身体还倾向于我这边，时不时给我递糕点蜜饯。但随着苏姐儿吟诗答对，能歌善舞，林雨的注意力渐渐被他吸引，和他的身体越靠越近，直到我被糕点呛住喉咙，咳嗽不止，他才回过神，匆忙给我倒了杯茶水，轻轻拍着背替我顺气。好点没？身后传来他好兄弟不怀好意的窃窃私语。林雨是不是脑子坏了？放着才貌双全的苏姐儿不要，把一个乡野粗俗的女子放在心上。就是，你看她像是饿死鬼投胎一般，如此诗会竟然只顾着吃糕点，真是煞风景，粗鄙不堪。指不定一本古籍放她面前，她都能当柴火烧。他们指指点点，不时朝我投来鄙夷的目光。不多时，台子中央摆上了一幅书画，当书画鉴赏大家走上台，仔仔细细品鉴一番，赞叹这是颜真卿真迹。苏姐儿当即坐直了身子，挽着林雨的手臂，激动万分。阿宇，郡主殿下不日便要回京，皇上很可能封她为监国郡主。听闻她最喜欢收藏颜真卿的真迹，我们买下来送给郡主做见面礼如何？我抬头看了一眼台上那幅书画，假的！众人难以置信看向我，随之发出哄堂大笑。叶瑶瑶，你连字都认不全几个，凭什么说这幅书画是假的？难不成你比鉴赏大家还厉害？真的早已被郡主收藏了？他们笑得更加大声。乡巴佬真是大言不惭，郡主收没收藏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能未卜先知？林雨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随即轻轻拍了拍我的手。瑶瑶，我知道你最近在临摹颜真卿的字，但并不是临摹就能看出真假。继而自幼熟读诗书，家中典籍孤本无数，他自是不会看错。林雨的话一锤定音，苏姐儿高兴地举牌拍下。只是在交钱的时候，所有人身上都凑完，还是差一些。叶姑娘，你手上这只玉镯看着质地极佳，应该能抵一些钱，能否割爱帮我们买下书画？手上这只玉镯是罕见的蓝田暖玉，自我大病一场，手脚总是冰冷。林雨费了很大的功夫找来这块玉，亲手雕琢成并蒂莲花的镯子送给我。我抬头看向林雨，他不自然地抿了抿唇，只是借用一下，等后面赎回来再还你。玉镯口小，刚开始林雨还小心翼翼转动，后来在苏姐儿的催促下越来越着急，不管不顾，生拉硬拽脱下玉镯。我的整只手一片通红。林雨前去买书画时，苏姐儿坐到我的身边，脸上是无害温柔的笑，说出的话却格外恶毒。就算你与他相伴3年又如何？他还不是选择相信我？我是相府嫡女，与他门当户对。而叶瑶瑶，你呢？你不过是个出身贫寒的渔家女，父亲是个断臂的渔夫，母亲是个哑女，你凭什么站在阿宇身边？就算你赖着做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才是将来的林家主母，想要发卖你轻而易举。你如泥尘，
生来低贱，凭什么与我争？断臂的父亲，哑女的娘，都是我湖州的身世。想不到林宇竟然连这个都告诉了他，心中气血上涌，突然好奇他们将颜真卿的赝品递到我面前，会是怎样的表情？隔壁雅座传来一声冷哼，一群蠢材，错把美玉当顽石。一个青衫男子张扬一般满身玉佩，指了指我：“你这个女子有点意思。”这一幕被取回书画的林宇看到，他战友一般将我搂进怀中，将一个珠链套在我手上，先戴着，回头我再给你寻个上好的玉镯，以后离他远点。不过是个靠祖宗庇佑的浪荡子罢了。我低头看手上灰蒙蒙的珠链，不过是诗会卖主随书画赠送的廉价玩意儿罢了。诗会散场，苏姐儿提着裙摆来到我和林宇的马车旁。阿宇，天色已晚，你能不能送我一程？林宇下意识看了我一眼，想要拒绝，他却率先开口：“郡主殿下不日就要回朝，父亲让我转告你一些事情。”林宇思索片刻，点头应允。苏姐儿脸上露出娇俏的笑，看着坐在林宇身边的我，得寸进尺：“叶姑娘，我要和阿宇说一些重要的事，你能否让让？”我转身坐到车厢另一边的角落，苏姐儿一脸得意，挨着林宇坐下，故意装作神秘的模样，附在他的耳边低语：“父亲说，郡主殿下在外休养多年，他在皇上心中地位不一般，叫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讨好他。”他们两个的头越挨越近，仿若交颈鸳鸯，迷迷糊糊，不知何时睡了过去。再醒来，马车停在家门口，身上盖着林雨的披风。“你醒了，看你睡得香，不忍叫醒你。”我起身忽略他伸出的双手，径直跳下马车往住处走去。他追了上来，慌乱解释：“瑶瑶，姐儿和我家世世交，我不能不顾她。你一向懂事，一定能理解我，对吧？”“瑶瑶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的心中真的只有你一个人。只有心虚的人才会用誓言来填补自己的心虚。”数日后，古董店铺掌柜说寻到好物，让我前去观赏。此前我找寻古物，只是为了坦白身份，让他带着前去拜见母妃。我刚走进古董铺，竟然看到林宇陪着苏姐儿在挑选物品。见我进来，林宇匆忙走上前解释：“姐儿想要给长辈选礼物，拿不定主意，让我帮忙参谋一下。你别多想。”掌柜刚拿出特意为我找来的设宴，苏姐儿眼前一亮，一把抢了过去。“阿宇，这个设宴做工精致，我父亲他老人家一定会喜欢。”林宇为难地看了我一眼。此前我提过让他陪我回去见父母，他满口答应。我的父亲也喜欢设宴，恕我不能割爱。苏姐儿轻蔑一笑：“你父亲不过是个泥腿子，懂什么文雅？”“阿宇，你看，瑶瑶，姐儿着急需要这个设宴，你先让她一次好不好？等下次找到更好的，我再买下来送你爹爹，好吗？”先来后到，他的心早已偏了。或许是为了弥补我的大度，从商铺出来，他竟然邀请我和他们同行。我推辞时，远处一辆失控的马车朝着我们狂奔而来。紧急关头，我下意识去牵林宇的手，而他却护着苏姐儿朝旁边躲去。他将苏姐儿紧紧护在怀中，生怕她受到一丝伤害，甚至还细心地帮她整理身上的衣裳。而我却被撞到一边，额头潺潺的鲜血流下来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曾经的上元佳节发生暴乱，刺客肆意砍杀路人，林宇将我护在怀中，甚至还说去是分散我的恐惧。直到援军赶来，我才发觉他的手臂被砍了很多刀。军医说差一点点林宇就没命了，
可他醒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瑶瑶，你的泪让我心疼。物是人非，曾经爱我胜过他命的林雨早已不在了。林雨终于注意到了受伤的我，他跑过来，忙不迭道歉：瑶瑶，对不起。苏姐儿走上前，满脸愧疚：叶姑娘，近日我有重要宴会要参加，你别生阿雨的气好不好？林雨只是怕他的新娘破相，何错之有？错的只是我自己，痴心错付。林雨二话不说，抱起我往家赶去，又命小厮速速前去请郎中。我想，如今的我定然十分可怖，否则为何林雨抱我的双手会颤抖不已？瑶瑶，你一定没事的。受伤这几日，林雨时时守在我身边，日子仿若又回到了两人恩爱不相移的时候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满目复杂看着我：瑶瑶，接下来一些日子我有要事要忙，你乖乖待在这里等我回来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听到什么，你都不要信。你只要心里明白我是最爱你的就行。我明白他是要回去成婚了，或许是怕我听说前去捣乱，先行安抚我。母妃安排迎我回府日子，很不巧和林雨成婚的日子撞到了一起。我坐在郡主銮驾，和迎面骑着高头大马、一脸喜气的林雨擦肩而过，风吹起车帘。他骤然回首向我望来，我以为他认出了我，谁知他却朝着身边的小厮低声询问。刚过去的可是郡主銮驾，得到肯定答复，他若有所思，急忙令小厮回府禀告，告诉父亲郡主已回府，立刻使人前去邀请。若郡主能亲临我的婚礼，想必日后侯府也能成为他的助力。喧闹喜庆的敲锣打鼓声从耳边响过，林雨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渐行渐远。刚刚踏进王府大门，母妃和父王带着幼弟早已等了良久。我的乖瑶瑶，怎么瘦这么多？此前写信回来要相守一生的那个混小子在哪？我隐瞒身份在外和林雨相守的事情，一直瞒着父王母妃，他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，但却不知是谁。我摇了摇头，早已分别，再无瓜葛。幼弟紧攥着他的小手：阿姐别怕，等我长大了，替你教训那些欺负你的人。父王母妃陪我来到自己寝宫，里面堆满了我最喜欢的各种书画古玩。这些年你漂泊在外，为大楚朝四处奔波，我们见不着你的面，只能到处搜寻你喜欢的东西，希望有朝一日你回来能欢喜。父王母妃不想我被王府束缚，一贯由着我任性而为，只可惜真心错付。3年相守，让我成为最上不得台面的外室。我抱着幼弟，看着父王母妃关切的眼神，心中的愤懑舒缓了许多。母妃轻轻拍着我的肩膀：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父王迫不及待将他的印章放到我面前，幼弟有样学样，将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也捧到我面前。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时，外面护卫进来禀告，说定北侯府嫡子成亲，特邀郡主前去观礼。母妃心疼我舟车劳顿，想要替我拒绝，我却站起身接过了那个请帖，上面字字句句均出自林雨之手。突然好奇，若是看到我出现在现场，他会是怎样的表情？父王母妃原本想让我穿上郡主的盛装，乘坐郡主銮驾出行，却被我按了下来。我穿着平日素衣，未带任何随从来到侯府门口，却被拦下。还不等我开口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哟，这不是林雨养在外面那个外室？今日难不成是来抢亲？进不去。小爷我最喜欢瞧热闹，尤其是这种抢亲的戏码。来，跟小爷我进去。
来人穿着一身月白的衣衫，不就是诗会上那个张扬青衫男子，京城有名的纨绔皇后母家仅剩的子弟林怀侯赵毅。我刚步入大厅，喧闹的声音瞬间安静，众人齐刷刷看向我。叶瑶瑶，瑶瑶，身着我亲手绣的红色嫁衣的苏姐儿和林雨异口同声叫着我的名字。我就说吧，叶瑶瑶这种渔家小野花心机深着呢，一面装乖巧听话，一面又想攀高枝当凤凰。就是如今得知林雨成亲，美梦破碎，不就来搅乱婚礼，也就林雨把她当个宝。不过该说不说，你看叶瑶瑶腰肢纤细，床上一定很有滋味。若是哪天林雨玩腻了，我也想养在外面过几天瘾。还真是穿着这么素都掩盖不住她浑身勾人的狐媚劲。真有那天，咱哥俩一起玩怎么样？身边人窃窃私语，明目张胆对我评头论足，口出污言秽语。林雨紧皱眉头，满脸阴沉，上前低声警告：瑶瑶，乖，快回去家里待着，今天的事等我回去再跟你解释。今日府中全都是京城名门，一会郡主殿下还会驾临，你不该来这里。见我无动于衷，他开始怀柔：瑶瑶，我的前程被毁于你也没丝毫好处，是不是？今日我成亲只是顺应家里安排，给家里一个交代罢了。等成婚后，我会日日跟你在外面生活，绝不亏待你，你懂点事。现在赶紧出去，我若不走呢？林雨烦躁地在我面前踱着步，苏姐儿走上前，宣示主权一般挽着她的胳膊：叶姑娘，今天是我和林雨的好日子，京城权贵云集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别不知好歹。若你执意要破坏我们的婚礼，就算我和阿宇放过你，其他人也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或许明日这个世界不会再有叶瑶瑶这个人，鸡蛋怎能和石头相碰？识相的，赶紧回去吧。苏姐儿的话绵里藏针，既体现了她的识大体，又给了我警告。眼见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越来越多，林雨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朝远处招了招手，几个大汉匆忙而来，紧紧抓着我的手脚，给我送回别院。看好了，别让再跑出来。他盯着我的眼：瑶瑶，我有苦衷，你乖乖随他们回去，等我这边完事再去陪你。你不是喜欢南山的晚霞吗？等我回去陪你去看。苏姐儿上前，借着给我整理衣衫的时机，悄声嘲讽：叶瑶瑶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门当户对，就算他对你用情至深又如何？还不是乖乖舍弃你和我成亲。今晚我们会洞房花烛，以后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嫡子，而你永远是上不得台面的老鼠。等你人老珠黄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。那时就算把你卖到勾栏院，他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叶瑶瑶，你争不过我的。他给拉扯我的几个大汉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大汉的手在衣裙的遮掩下肆意抚摸着我的肌肤。我挣扎时，他们借力撕扯开我的衣衫。滚！你们给我滚开！苏姐儿一声尖叫：呀，叶姑娘，光天化日你为何宽衣解带？周围淋雨的那些好友黏腻的眼神流连在我的身上。肤如凝脂，虽是渔家女，但这身皮肤摸起来一定妙不可言。看着她挣扎的骚样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她拽回榻上。林雨紧攥拳头，脸上隐忍非常，既有疼惜又有恼怒。他看了看四周的人，摆摆手让将我带下去。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赵毅走出来，脱下身上的披风披在我身上。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算怎么回事？林雨既然不要你，不如跟我回去。赵毅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四个大汉的手瞬间松开。林雨脸色愈发不好：瑶瑶，
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是不是非要让郡主厌弃我，厌弃整个侯府你才罢休？苏姐儿在旁边添油加醋：阿宇，叶姑娘一定是恨透了你，所以才会另攀上赵毅这个废物。哦，那次诗会他们就眉来眼去，或许当时他们就已经有了首尾。赵毅素来嬉笑的脸瞬间变得严肃，满嘴喷愤。想不到堂堂京城才女，不过是个污蔑别人、嫉妒他人的卑鄙小人。瑶瑶姑娘光明磊落，不知比你这种虚伪的丑女好多少倍。你，苏姐儿哑口无言，随即眼珠一转，立刻装作贤良淑德：阿宇，算了，总归上门都是客，既然瑶瑶姑娘执意要留下来，就让她待着吧。只是她的衣衫破损不成体统，要不我让人带下去换洗一身。我想看看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跟随来到后院，刚一进门，她回头啪扇了我一巴掌：骚货，这巴掌是给你长记性的，敢跟我抢男人，也不看看你有几条命，给我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贱货，让他知道什么是规矩。正在此时，外面跑进了一个丫鬟，气喘吁吁：郡主。苏姐儿脸上大喜：你说什么？郡主来了，快来给我整理妆容，我一定要给郡主留个好印象，最好能和她做闺中密友。我心中冷笑：你没这个机会了。他们匆匆忙忙往前厅赶去，再也无人关注我这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我自顾自找了一件干净衣衫换上，坐在凳子上平静喝茶。外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：什么？你说郡主已经来了？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父王的贴身大太监李公公尖细的声音传来：你是怀疑咱家说谎？不是，只是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什么郡主。房门打开，李公公眼前一亮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俯身行礼：我的郡主啊，您怎么在这里喝茶？他身后跟着乌泱泱一群人，瞬间鸦雀无声。良久，苏姐儿满脸不敢置信：李公公，您老会不会认错人了？叶瑶瑶不过是个渔家女，怎么可能是尊贵的郡主殿下？李公公凌厉地看了他一眼：就算咱家老眼昏花，也不可能认错郡主。郡主名讳叶清婉，小字瑶瑶。你们这群人挺有意思，一面写请柬力邀郡主前来观礼，一面又将她一个人关在这里，你们到底意欲何为？身后众人瞬间白了脸，尤其是林雨、苏姐儿，还有先前对我评头论足的几个公子哥。林雨不敢置信，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：瑶瑶，你是郡主？李公公怒喝一声：大胆！郡主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，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众人吓得连连下跪。赵毅虽然跪着，嘴角却噙着漫不经心的笑：以下犯上吗？那说起来可多着呢。李公公，您老来之前，他们可是要将郡主赶出去呢。这还不算啥，他们放任下人欺辱郡主，撕扯她的衣衫，还说要将她拖到榻上。混账！谁？是谁？此次出宫，皇上命李公公随我前来，只是半路我先溜了出来。赵毅连指几个人，李公公不顾他们的哭嚎，命人押下天牢。众人见无人护着自己，纷纷朝着苏姐儿大声哭喊：苏小姐，你救救我们！明明是你说过的。叶瑶说她身后没有依仗，就算弄死也不怕。苏小姐，我们可都是按照你的吩咐行事，你不能不管我们。对，是你说要给他教训，好好教教他规矩。苏姐儿脸上毫无血色，惨白如纸，仍旧不敢相信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叶瑶瑶怎么会是郡主？我没错，我只是想要守护自己的家，错的是他想要抢我的夫君。他眼中金光大亮，对，
是他仗着自己郡主身份强抢我的夫君。我上前啪地扇了他一个耳光，这个巴掌是还你刚才打我的。我接着又打了一巴掌，这个是替以前的我还给你的。你不是说我如泥尘生来低贱，你倒是说说我如何低贱？不过一个男人，你想要给你就是了。本郡主不稀罕。林雨终于回过神，脸上是遮也遮不住的惊喜。瑶瑶，你真的是郡主，太好了。那你此前说的带我回去见父母，那我们现在去见王爷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林将军，请自重，你的未婚妻是苏相嫡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雨脸上闪过一丝挣扎，最后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。瑶瑶，我是被他们逼的。定北侯府日渐式微，如何能和权势青天的苏相抗衡？我不过是为了保全你我的性命，不得不听他们安排。我以为始乱终弃已是他的卑鄙，没想到他还如此趋炎附势，不过是个追名逐利的无耻小人罢了。怪自己被此前的恩情蒙了眼。3年前我走最后一趟丝绸之路，被毒蝎蛰伤，奄奄一息之际，他从天而降，为我吸出些毒。那时受毒素影响，听前来寻他的人叫他林将军。回京偶遇林雨后，与他一见钟情，相伴3年。林雨，何必自欺欺人？当日我可是亲耳听到你要和苏姐儿成亲，听你说只想将我当作外室养在外面，我听得懂突厥语。林雨脸上血色褪去，却又无从辩驳。你给苏姐儿买的这件嫁衣是我亲自绣的，你怎么说的来着？就算她要天上的星星，你也要给她摘下来。黄金万两，不是她逼你掏的吧？现钱不够，吩咐小福回府找我要以前送出的值钱首饰，不是她逼你的吧？还有颜真卿的书画，不顾我的疼痛硬拽下那个玉镯，也不是她逼你的吧？随着我的一句句话，林雨终于颓然地跌坐地上。瑶瑶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爱你，我怕你知道了会离开我。瑶瑶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没和苏姐儿拜堂成亲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我还未回答，那边苏姐儿早已失去了理智，疯狂大吼：林雨，叶瑶瑶不过是个心机深沉的贱人，她明明是郡主，却骗你3年说她是渔家女，如今我们都得罪了她，你不会以为她还会回心转意吧？苏姐儿站起身，满眼怨毒看向我。叶瑶瑶，你是郡主又如何？我爹爹是楚朝丞相，手下党羽无数，你敢把我如何？我施施然站起身，笑着看向眼前虚张声势的女子。丞相吗？那只是以前的事了，如今你回去看看丞相府邸可还在？苏相这些年结党营私，暗中架空父王，这些年父王放任我在外面闯荡，一方面是想让我自由一些，一方面又让我暗地里瓦解苏相的势力。今日我本可以郡主銮驾光临，但是为了查明苏相的底细，趁着今日苏姐儿大婚的时机，我前来吸引众人的注意力。那边暗卫已潜入苏相府邸，拿到证据。苏姐儿，你爹爹的罪证还是你亲手送给我的？怎么会？你撒谎！他猛地想起什么，瞬间睁大了眼，声音卡在喉咙。当日他为了和林雨坐一辆马车，说起他爹爹的事，引起林雨注意，他们凑到一起低声细语，以为我听不到，殊不知我会唇语。我分明看到他说，我爹爹的重要文书都藏在书房的暗格后，任谁来了也找不到。完了，都完了！叶瑶瑶，我跟你拼了！他说着，突然拽下头上的簪子朝我扑过来，只是还没等他冲到前面，就被林雨一脚踢开。苏姐儿见大势已去，大声诅咒：林雨，你忘恩负义，枉我父亲
对你恩重如山，你却如此狼心狗肺，我诅咒你，生生世世孤苦伶仃，不得好死。林宇还想同我拉近关系，我却转身就走。刚走出侯府，赵毅从身后追上来，拿着折扇在边上悠然自得扇着风。哎呀，今天这出戏真是跌宕起伏，甚是精彩。郡主殿下以后还是招骏马的，你要不要看看我？你看我长得仪表堂堂，我可不会为了光宗耀祖娶别的女子。最重要的是我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无牵无挂。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？我眯着眼看向身边的张扬男人，赵公子很眼熟，我们此前是否在哪见过？赵毅的笑突然凝固在脸上，没见过吧？我冷笑一声，扬长而去。此后，赵毅这个出了名的纨绔，却像是着了魔一般，三天两头往我这里送东西。民间的面人、糖画、纸鸢都不值钱，却能看出着实费了些心思。中秋宴，我带着幼弟给玉兔祈福，刚刚结束，不知从何处窜出一只狐狸，我紧紧护着幼弟，手臂上却是一痛。护驾，护驾！在众人纷乱的呼声中，我眼前越来越模糊。突然一阵香风飘过，一个人迅速将我搂在怀中，扯下我的衣袖，处理伤口。恍惚中，好似又回到了3年前被毒蝎蛰后绝望的处境。那人一口一口吸出我手臂上的毒血。恩人是谁？日后我定会报答。那人并不说话，我一把拽住了他的手，手心后茧很多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手中死死拽着一只手，看着眼前这张脸，眼神渐渐清明。3年前那个人是你吧？赵毅。赵毅啧一声，赌气一般扭过头，还不算太笨。往昔的一些画面渐渐浮现在脑海中，难怪每次我和林宇外出，总能碰到张扬的纨绔赵毅。这3年，是不是你在背地里捣鬼？和林宇相伴的这3年，每林宇想要留宿和我在一起，总是会有突发状况将他叫走。翠柳是你的人，否则他如何精准掌握我和林宇的动态？我咬了咬牙，这个腹黑的小人，他却开始闹别扭。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眼瞎？谁让你认错恩人？这件事上我的确理亏。等等，你明明不是纨绔，而且武功高强，为何要装纨绔？他扶了扶额头，我要是不装纨绔，你父王给我指婚怎么办？别的人家要将女儿嫁给我怎么办？他讨好地摇着我的手，瑶瑶，你考虑考虑我吧，就算不嫁给我，那我当你没名没分的入幕之宾也行。我渐渐习惯了他在身边的插科打诨。巡视领地时，下人来报，外面有个林先生要见您，不过几个月未见。林宇再没了当初少年将军的英姿飒爽，浑身散发着颓败。他满脸哀伤看着我，瑶瑶，看在我们曾经3年的份上，能不能放过林家？我笑着看了看他，林宇，我们的情分不早就被你舍弃了吗？从你选择隐瞒我娶苏姐儿开始，我们之间就没了任何情分。再说，我还不屑去打压一个没落的门第。你求错了人。我指了指身边张扬的赵毅，你该求他。赵毅为了讨好我，将自己暗地里培植的势力全都转到了我名下，所以他的小动作我也一清二楚。林宇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赵毅打断。瑶瑶，人家走了1天脚疼，你扶我。他自来熟，把胳膊架在我肩膀，搂着我从林宇面前走过，看着外面湛蓝的天空。赵毅，等回去找个空，把你满屋的设宴送给父王吧。赵毅正愣在原地，随即大喜过望，上前抱着我一路狂奔。今晚我们就去见王爷怎么样？
王爷除了喜欢设宴，还喜欢什么？瑶瑶，你是不是答应嫁给我了？你不嫁也没关系，我嫁你也成。瑶瑶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了？话还未说完，就被他强势堵在了口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